大家好，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如何使用 SolidWorks 绘制出鬼骷髅刀。好，那今天要教学的呢是我们绘制完之后呢是使用 3D 列印把它列印出来，所以这里的刀与刀鞘呢是可以做结合的。好，那这里呢在绘制的时候有一些学习须知，以及说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好，那这里我们到底要注意什么，以及需要学习什么？那这边呢先跟大家讲一下学习须知。那在我们在学习这个 SolidWorks 绘制之前呢，那第一个呢，你必须要先学会了 SolidWorks。好，那这边是比较基本的，如果你还没有学会的话，是比较难以进入这一块的。那再来呢，会建议你先学会了零件的进阶篇，因为这边我们会运用到一些不规则的曲线以及草图图源呢，来辅助画出这个刀。然后呢，那再来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那这边我会建议你看河道一文字篇。因为这边的画法大致上都跟那边是类似的。好，那剩下的呢，我们就会用一些曲线以及复制呢来辅助我们接下来这些特征。好，那这里呢，我们就先去了解一下。那如果你还没有学会的话，我会建议到影片底下的说明，我都会放上这些单元的连结。那你先去学习，那这样对于学习呢，会比较有帮助一点。那这里我们要怎么继续把它画出来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是刀主体的画法，那这边呢会建议你，如果你想要更详细的，你可以到河道一文字篇，那边会讲解的更详细一点。所以等一下我在做的这个部分呢，我会讲解的是一些大纲。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该怎么去绘制出来。首先呢画出它的刀柄，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建议各位是参考的，你不一定画法要跟我一样。那最终呢，我们画出来外形只要像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会运用草图图源呢来去辅助它的。那画完之后呢，那画出了前面这一段手柄的地方以及刀身的地方。绘制完之后呢，我们运用刀身来偏移这一个刀鞘。那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在做这个刀鞘的时候呢，记得合并结果不要把它打勾。那这边我们运用到的呢，就是一个多本体的技术。我们在河道一文字篇呢也会有讲解到的。好，那不了解的人，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刀鞘的地方做一些修饰，然后呢，再把前端这个地方呢给它修正一下，最后做圆角的修饰外形。好，那基本上这样子，大致上呢，我们就把这个刀的主体给它绘制出来。那我们等一下呢会分成几个零件，我们都是运用这个刀的主体呢来做其他的剩下的一些说明。那这边呢，我们要怎么去做呢？那我们可以先做到这里，我们把这个地方呢做完之后，然后呢手柄跟刀鞘的地方呢来做一些圆角的修饰外形。那这里呢，我把刀鞘隐藏起来给各位看一下。那里面刀的地方呢，给它做个刀角。那这里呢做的话，会一边是平面，一边是比较接近尖锐的这个刀刃的地方。那刀刃的地方呢，也不会给它绘制的太尖锐，因为这里如果太尖锐的话，我们在 3D 列印的时候，容易产生错误。所以呢，刀的地方有一面的平面有点大，那这边是留 2.6 mm 呢，就是主要运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支撑。那等一下会留在总结的时候再来说明一下，我们 3D 列印需要注意什么。那首先我们就先做到这里咯，剩下的我们就要去另存零件把它做出来咯。接下来呢是手柄的画法，那这里会建议你，我们刚用这个刀的主体呢另存一个档案，给它另外一个名称。那这里我们要绘制的是手柄。首先呢，我们要先做出分割线。那这个分割线呢，我们就是割出了手柄这个地方的一个外形，我给各位看一下。好，这里是画出了这一条这样的一个草图。那这里呢，我们是参考了草图图源所绘制出来的，所以是没有给它尺寸的。那再来分割完之后呢，我做一个曲面的偏移，那这个偏移量是0，给它偏移这样的一个特征出来。再来呢，我们给它做一个曲面这里有一个加厚，那加厚的时候，我们选择刚那个曲面的本体，给它一个厚度那这边给它的厚度呢是 0.3。那建议不要太小，太小的话3D 列印是不容易列印这样的一个特征出来的。做完之后呢，再给它一个圆角的修饰外形。好，那修饰完之后，我们修饰的是这个地方的圆角。那这边一样给各位做个尝试，这边我给它的是 0.4 或是 0.3 都可以。
再来我们要做出手柄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出这样的一个草图是一个菱形的那像这样子就把它绘制出来。那这边呢一样是参考草图图源。那我们绘制完一个之后呢，其他的地方我们用复制就可以了。那这边呢是使用了曲线导出复制排列。那这里呢我们就是做了这个地方的伸长的除料，那给各位参考一下它的特征。这里呢它的深度是 0.3， 做完之后我们选择这个特征，然后在特征的上面这里呢，我们把这个直线复制排列打开来，我们会看到一个曲线导出复制排列。那我们进去之后呢，我进入编辑特征给各位看一下。那这边呢是给它第一个我们选择的这个特征，再来呢我们要选择的是它的方向性。那这里方向的话，我们选择的呢是这一条手柄的这条边线。选完之后，我们可以给它这里我们要复制几个，这里假设我是复制10个。那这边的地方呢，距离是4 mm。那这边是相切于曲线，所以它做出来之后呢，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地方中间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征，所以呢，我让它是跳过副本。跳过副本的意思就是我把这两个点选起来之后，它这两个是不会做复制的。用这样的方式呢，做出这个曲线导出复制排列。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一个把它画出来，是画一个其他用复制的，这样会比较快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做其他地方的特征，像这里。做一个分割线那这边呢是手柄底端这个地方的部分。那底端这里呢一样，跟刚刚的做法都一样，先偏移一个曲面是0的，然后再做一个加厚。加厚完之后呢，做圆角修饰外形，像这样就把它做出来的。那这里我们手柄另一边呢一样可以用复制的方式那这边我们如果用近色的话，有时候会产生错误。那这时候没关系，我们再做一次的除料。那除掉的时候，我们就参考刚刚我们一开始所做的这个草图，然后这边做法一样，用曲线导出复制排列，一样可以把它做出来。像这样子就做出来了。那再来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圆角修饰。那这个地方呢，就修饰了手柄的部分。这里是使用的全周圆角。那全周圆角的话，会选择3个边。那3个边呢，选完之后，它会自动的帮我们算出它的这个。R 角是多少？我们不用去计算它的，是自动计算的，是蛮方便的一个方式。做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呢，做一些曲面的偏移跟修剪。像这里，我们先做一个曲面的偏移，偏移完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个修剪的动作。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我们修剪的是什么呢？那这边的草图是这样子的，我们修剪呢是这一段，因为我们等一下用这一段呢来做一个凹陷的一个动作。那这里凹陷的话，我们有了这个曲面，那这个曲面本体呢，选择完之后，我们使用了曲面的指令。曲面指令里面呢有一个加厚的除料像这里，我们可以把它选择起来。加厚除料完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给它的深度是多少？这边一样是 0.3， 所以这里手柄我们会有凹陷进去的一个动作。那再来呢，一样做一个圆角的修饰外形。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们做的是一个除料的动作。那这边呢是内部的地方，那等一下会留在刀的地方来做说明。那一样是做一个近色的动作。那这里呢，我们先做一个删除本体的动作。这里呢，我们刚刚在还没有做这个动作之前呢，我们会有2个实体。那基本上应该会有3个实体，那等一下我们在做刀的时候会再来做分割。那这里呢，我们有2个实体，那我们就是保留了手柄的地方，我们把刀鞘的地方呢，像这里是圆角3，我们在这个地方按下右键的删除本体。你把它删除之后呢，这个本体就会消失，那我们就会保留我们想要的本体出来。那这里呢是一个多本体的方式，是非常方便的。删除完之后呢，我们再画一个除料的动作。像这样子。那这里呢，我们是在这个面上呢画一个椭圆。画完之后呢，我们再给它一个伸长。第一个地方呢，我们给它的是完全贯穿。再来呢，再给它另一个给进深度。那这边我进入的编辑特征，各位会比较清楚一点。一个指令直接完成了2边的一个伸长的动作。那2边的尺寸呢是可以给它不一样的。第一个方向
我们给它是完全贯穿。完全贯穿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是没有除掉掉的，那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按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想要保留的本体是哪一个。再来第二个方向，我给它深度是2.5，来我给它示范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按一下之后，我会发现这里它会要你选择本体，因为除掉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是多本体的形式。你可以看你要保留哪一个。你可以所有保留，也可以只选择保留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是本体1，那我希望本体1不要保留，我把打勾拿掉，按下确认，我们就会留下我们想要的那一个本体下来。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方式，我们就不用除掉完之后还要再删除一次本体，是相当方便的。最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边角的地方再做一个圆角的修饰外形。那这样子，我们的手柄就完成喽。那大家就先做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是刀的画法。那这里呢，建议各位把它另存一个档案，教大家一个刀的一个档名。那这里呢，画法是里面最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了。那首先呢，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记得我们刚刚在绘制这个手柄的地方呢，有一个部分我们有跳过，那就是在画刀的地方。那这里首先我们把这个实体打开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刀鞘的地方，你可以直接删除本体，或是先把它隐藏起来都可以。隐藏完之后，我们才可以在这个面上去做个点选。那这里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平面呢，我们把它按下去，然后做一个除掉的动作。那这里呢，是给它一个偏移量，给各位看一下。这边偏移的呢，我是给它偏移一个 1.5 的一个尺寸。偏移完之后呢，来做一个除掉的动作。那这边除掉的深度呢，给各位参考一下。那这边我给它的深度是 0.4。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深度呢？因为未来我们 3D 列印完之后呢，会去做一个涂颜色的动作。那有这样的一个深度呢，会辅助我们涂颜色的时候会更方便一点。有一个沟槽，那我们的颜料呢，就可以沿着这个沟槽把它绘制出来。这样子我们做出来之后呢，颜色会更真实一点。再来，我们另一边呢，直接用近色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再画。那像这样子，那基本上我们刀的地方呢就已经画好了。那再来，我们要做一个拆件的动作。那这边呢是把这个刀鞘的地方给它删除掉。再来，我们要做的是除掉的动作。这边还记得我们刚刚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在手柄的地方呢是给它直接除掉掉的。那这里一样，我们在除掉的时候呢，会选择了另一个反转除掉的特征，给各位看一下。然后呢，给它做一个完全除掉，反转偏移给它打勾的。那这里除掉的地方就会是这个地方。那这里呢，我们还有后面手柄的地方是没有除掉掉的。那这边没关系，我们可以再绘制草图，然后除掉掉。这边给各位看一下。那这里呢是从这个地方给它一个 2.3 mm 的厚度。那这里呢，我们刚刚在做手柄的时候，深度是给它做 2.5，要预留一点空间，因为这样呢，我们 3D 列印完之后，有一些地方有支撑、有垂料、有毛边，那这样子在组装的时候才不会组起来它是没有平整的，所以会预留一点这样的一个空间。最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圆的椭圆的地方呢，再做一次修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边呢，再给它往下修 0.1 mm。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我们如果两个尺寸都一样的话，3D 列印出来有可能它的尺寸刚好是0对0。0对0呢，它的意思呢就是有点像公差这样。0对0呢是没有办法组装的，两个尺寸都一样是塞不进去的，一定要有一个大一点，有一个小一点。所以这里呢，我让它刀的地方是小一点点，那避免它收缩率的问题会装不下去，以及说公差问题，所以让它小一点。这样子我们可以确保说列印完之后，我们才可以做组装。那我们就先做到这里咯。接下来呢是刀鞘的部分，那这里刀鞘呢是里面最困难绘制的地方。那这边呢有一些地方呢我会省略一下，这边的做法呢会跟河道一文字是一样的，以及说我们刚在手柄的地方呢都有讲解到，所以这里呢是做一个偏移0的一个曲面，然后做曲面修剪，再做曲面的加厚。那这边呢这几个步骤呢我就会省略，我们来讲一个重点的地方，就是底下这个地方。那这里呢我们先来做一个除料，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地方的除料呢是修饰这个地方的一个外形。
那这里我们在刀的内部呢，会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状。那这里呢，我先大概来讲解一下。那这边我们就是刚我们在多本尼的时候呢，我们有画出刀跟这个刀鞘。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偏移一个刀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我们是使用我们刚所绘制的这个刀的主体呢，来另存成刀鞘。那这里呢，选择的面呢是刀的地方。那刀的地方呢，我给它的偏移量呢是 0.6， 那是往外偏移的，让它大一点。那做完之后呢，再做一个曲面的除料。那以我们偏移的这个曲面呢，来做这个刀鞘的除料，让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外形。所以这个外形呢，是根据的我们的刀，它刀的外形呢，再大 0.6 mm， 然后把它切出这个槽出来，这个刀的一个路径。所以我们在列印完之后呢，我们的刀可以放进去这个刀鞘里面，因为我们呢可能会有涂装的厚度以及列印的一些公差，所以我们希望呢里面尽可能大一点，不希望列印完之后刀是放不进去的。好，那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可以做接下来的动作。好，那这边其他地方呢，修饰圆角外形我就不探讨，一样这样子把它做下去。好，那这里一开始呢，我们先偏移了这个刀鞘的外边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曲面。偏移完之后呢，我们做一个除掉的动作。那这里呢，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做的呢是一个十字架。那这边呢，细节给各位去参考，我们就画出了这样的一个形状出来。画完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个除掉的动作。来看一下它已经做除掉。那因为这边呢是有一个曲面的偏移，所以各位会看得比较不清楚。那这里曲面偏移会有什么用意呢？我等一下后面呢会来做说明。这边呢我们给它的深度是 0.4。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这边呢我给它画了一条曲线。那这里呢是为了让它连接在一起，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有时候是没有相切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曲线导出复制排列，所以我另外画了一条这样的一个草图在这个面上，等一下会来做一个辅助的。那这里呢，我们就是跟刚手柄的做法是一样的，是使用的曲线导出复制排列，然后把它排列出来。那这边呢，留给各位去做个尝试。做完之后呢，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做近色。那基本上这边近色是没有问题，我们就做近色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要做的是曲面的修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做什么呢？这里呢，我让它修剪这个动作，那这边我再把曲面的本体显示出来。我们刚在做十字架之前呢，有先把它一个偏移曲面一个零的动作，所以偏移出来呢是没有十字架这个凹槽，所以我们在做曲面的除料的时候呢，我把这个实体隐藏，各位会更清楚一点。好，它就是做出这样的曲面除料，留下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要运用这个地方呢来做出其他的特征出来。那这里呢，我们有了这个曲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等一下要用扫出把它做出来，这里就有路径。那这里呢，我先给它一个加厚的动作。好，那这里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厚度，给各位参考一下。这边给它的厚度呢是两边加厚的 0.5 mm。那做完之后呢，第一个有了这个特征，再来我们有了路径，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做扫出的动作。那在做扫出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有一个断面。那这里的断面是什么呢？给各位看一下。这里的断面呢是一个椭圆的。那椭圆的话呢，这边的圆呢是 1.5， 然后椭圆的长呢，圆跟圆的距离是 0.5， 那是在这个地方这一条路径呢是有做贯穿的。那再来这个路径呢，它其实是一条 3D 不规则的曲线，所以我用 3D 草图呢，把这个地方呢全部给它做一个参考图源，然后再做一个扫出的动作，它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外形出来。那这里呢，剩下的地方一样，我们要用曲线导出复制排列把它做出来。那这样就不用那么辛苦，要画那么多个。给各位看一下是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这里呢，我们就选择刚刚的这条边线就可以把它做出来。那这里呢，我们会
让它复制的时候是有重叠的，你不用让它有空隙，稍微有一点重叠，这样子我们看起来这个手柄的特征呢会更真实一点。那你有可能在复制的时候，在最后这一段的地方呢，是没有办法复制出来，所以我们留这一段是有点奇怪，那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用曲面的方式可以把这个地方修剪掉，是相当方便的。第一个一样，我们做一个偏移零的动作，把这里的面全部选起来，然后呢，让它变成一个参考的曲面。这里有一个曲面的本体。再来，我们做加厚除料。这边我们在曲面里面呢有一个加厚除料，那这里我们刚加厚了 0.5 mm， 我们就再把它剪回去，所以呢，它这里个地方呢，它的特征就消失了。那这样大致上呢，我们的零件都完整了。那等一下呢，我们总结就会来说明一下，我们3D 列印需要注意什么呢？那这边呢，就给各位去做个参考跟尝试咯。最后呢，来做一下总结。那这边呢，我们画完之后，那各位可能会想说，为什么我们的手柄跟刀呢要分开来呢？其实我们可以画成一个实体啊，我们分开来，最终还是要做个粘合。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主要呢是因为我们绘制完这个档案，学习完之后呢，我们是要用 3D 列印把它列印出来的。所以在列印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我们列印过程的制程是怎么样呢？那这里呢，因为 3D 列印的过程它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所以比较不建议是这样直立的印。而且呢 3D 列印在直立印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没有大平面可以使用，又是这种细长型的，它列印在越高的时候呢，它这里会有杠杆原理，所以很容易呢底板是粘不住，会有失败的情形。那以及说我们在拆件的时候呢，会把这样的一个风险分散开来。如果呢你一个零件不小心印坏了，我们时间也不会那么长。那手柄是里面最好列印的我们就只要放这个方向来把它列印出来就可以了。那刀以及刀鞘呢那我先讲解刀的部分呢最好让它倾斜一个60度或是45度像这样的角度去做列印。然后呢支撑材一定要开启尽量不要省，让它每一个地方都有做支撑。那这边未来呢这个零件也会列印成 3D 列印那有兴趣的人请只是关注本频道，然后未来会有这个作品的推出以及说也会把这个档案分享出来，那我们就持续关注本频道咯。那这边最难列印的呢是这个刀鞘。那刀鞘为什么难列印呢？因为它内部呢有镂空的地方，那镂空的地方呢我们不需要它有支撑，因为如果有支撑的话，它在内部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移除它的。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在列印的时候可以设定它，我们只支撑外部，就是跟我们的平台有接触面的地方呢做支撑。那这什么意思？像外部是有跟它有支撑的有接触的，所以它会在外部这边都有支撑。那内部呢，因为它是在物件的内部，它没有跟平台有任何接触，所以它里面就不会支撑所以我们只要开启这个功能呢，它只会支撑在外部。那外部我们好处理，内部不支撑。那不支撑的话呢有一个前提，我们要摆放的角度呢，我们可以去切片软体里面呢去拉动一下，看一下它这样是不是 OK 的。那基本上呢，我们只要把这个刀鞘放一个60度，这样列印的话，里面不支撑是 OK 的，是可以列印出来的。那这几点呢要去注意一下，我们在列印的时候呢成功率才会比较高，你才不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绘制出来还是印不出来呢？有时候就是一些小细节需要去注意的。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